酷泰科這台10號磁吸充電寶，真正的價值不在於它有50瓦，而是在於在這麼小的體積和1萬毫安時的前提下，它還能把50瓦 PBS 做成一個長期可用、溫控可控的工程結果。各位朋友大家好啊！酷泰科10號超級磁吸電能卡來了，這是粉絲們在評論區反覆點名的，希望我們車的強磁吸、硅碳電芯、55瓦雙向快充的組合拳的高性能產品。酷泰科這家伙只要一出新品，你們這些老鐵就會問兄弟，這個產品到底是真材實料還是營銷大於實力？我們就秉承我們離火車拆的老規矩，不看宣傳，只看數據，不聽故事，只講證據。性能怎麼樣？發熱行不行？磁吸穩不穩？一項一項測試給你們看。喜歡咱們這種硬核車載視頻內容的老鐵們，記得一鍵3連，點讚關注，投幣走起！你們的支持就是咱們這個頻道更新的動力。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包裝啊，這一次這個包裝盒變成了銀面透亮的這種外觀啊。酷泰科的 logo， 酷泰科10號超級電能卡 L 產品的實拍圖片，10L 的標識，背面是使用場景圖片，規格信息。我們直接打開包裝吧。充電寶裝在一個環保袋子裡面，使用說明書還附贈了一根短的充電線，上面有標識，這個不是提手，不要把它當成提手來使用。產品的背後有一張貼紙，上面寫着怎麼開啟放心充 2.0 模式的說明，拿到手需要大家看一下啊。屏幕區域有保護膜，拿在手上的第一感覺怎麼看都像酷泰科 15L 的縮小版一樣，設計風格完全是差不多的啊。這個充電寶連整套包裝一起的重量259克，單充電寶重量214克，充電寶的厚度18毫米，高度為106，寬度為71毫米。背面磁吸区域有圓形的紋理設計，酷泰科 L 這個側面就是一個功能按鍵，按一下可以點亮屏幕。這個規格的充電寶給你送一個屏幕，確實是市面上稀有的存在啊。屏幕的操作方式，按一下點亮屏幕，再按一下就是顯示功率界面的模式，再按一下就是選擇屏幕是否常亮，再按一下可以轉換屏幕的顯示方向，再按一下就關閉屏幕。在屏幕點亮的狀態下，長按功能按鍵就會進入放心充 2.0 的界面，這個時候在功率界面上面就會有一個綠色的安心充標識。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充電寶的規格信息。酷泰科10號超級磁吸電能卡 L， 產品名稱移動電源，產品型號 WPB100P， 輸入參數最高是55瓦，輸出參數最高也是55瓦，無線輸出15瓦 Max， 多口輸出總功率也是15瓦，額定容量是5800毫安時，5伏3安放出來的，我們後面會做測試。電池能量 38.5瓦時，7.7伏，5000毫安。電池種類锂离子聚合物電池，南京酷科電子有限公司。這邊則是認證信息：循環5年，請勿靠近火源，請勿扔向垃圾桶。循環鋰電池的標識，3C 認證的標識，3C 認證信息咱們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圖。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充電寶它所支持的快充協議的情況，這就是我們檢測出來的快充協議啊。PD 3.0 45瓦，小米的55瓦，然後 DCP 為基礎協議。PD 3.0 點進去，固定檔位3個，最高是15伏3安，45瓦。PPS 則是5至11伏5安，這個 PPS 檔位設置也是不錯的。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這個充電寶的快充兼容性。這一根線太短了，我們換一根長一點的線啊。米家的設備肯定不用說啊，55瓦支持的妥妥的。我們來看華為設備，顯示的正在充電，這個功率上不去，對榮耀設備是有好處的。榮耀啟動 Max 50瓦的 PPS 快充。具體的真實功率的話，我們後面直接採集它的充電數據。這部手機是綠廠的設備，超級閃充開啟，真實功率可以跑到26瓦左右。我們來看一下藍廠的設備啊，藍廠的閃充標識開啟，這個也啟動了高功率的 PPS 快充，真實功率可以跑到36、7瓦，很不錯的一個功率啊。三星手機我們看能不能啟動快充 2.0 就可以了，超級充電 2.0 開啟，這個功率的話大家參考一下就行了啊。如果是新款的三星，功率會在30瓦左右。因為它有 PPS 5安的檔位，對三星設備很友好。測完它的充電兼容性，我們現在就是測試它的轉換效率的情況。我們用5次充放電循環來進行測試，充電全部用酷泰科的10號 Ultra 這款充電器。儀表的話還是智翔的儀表。
這個充電寶5次充放電的數據全部都出來了啊！先給大家講一下它充放電的情況。它的 PD 協議的固定檔位有15伏和9伏，15伏3安放電只能放4分鐘，然後我把它降到15伏2安，也只能放個5、6分鐘。9伏3安也是一樣的，放個4、5分鐘就自己關斷了。這個充電寶它是不能夠橫流放電的。最後我索性全部按照9伏2安18瓦的功率放了4次電，最後一次是5伏3安15瓦的功率放電，得出这全部的数据。它的额定實測的轉換效率有 80.2%， 官方額定的能量是 38.5 瓦時，按照這個額定的能量值換算出來也是 80%， 這個轉換效率做的還是很不錯的。機殼的溫度我5次都分別測了一下，最高的一次就是 37.8， 然後放電的溫度話最高就是18瓦，我也沒有測，後面我們充手機的時候再來測試它的表面溫度。最後一次放電放出来是6153毫安时，額定是5800毫安时，我們實際放出來的多了353毫安時，符合酷戴科一貫的水準啊。我們現在就是來檢測一下這個無線充電寶它的無線充電的協議的情況啊。這個規格裡面寫的是最高無線支持15瓦，這個就是檢測出來這個充電寶支持的無線協議啊。雖然只檢測出 Apple 7.5瓦，但是檢測過程中有一個窗口彈出來，它有一個潛在功率可以支持到15瓦的，我們烤機測試一下。我們這時候看它的顯示屏顯示，確實是輸出的是15瓦的功率啊。兄弟們，看我這個負載儀上位機錄出來的曲線圖，非常的穩定，一直在運行15瓦，已經34分多鐘了。我鼠標在下面看這個進度條，拉到最前面啊，在50秒的時候開始負載的。然後這個進度條，綠色的是電壓，藍色的是電流，沒有斷過，一直到現在這個功率還在輸出。這個烤機的過程，我採集了2張溫度圖，一張是20分鐘的時候，一張是30分鐘的時候。我們現在用熱像儀來看，還是只有37.8攝氏度，15瓦都能夠扛住烤機，那麼7.5瓦的話更是不在話下的。這個充電寶的電量，我們再一次把它充滿了。我們這一次先來看一下它的自充曲線啊，插上充電器48瓦左右的功率啊，一直充了大概25分鐘左右，然後降到20瓦的功率，充了大概18、9分鐘，然後又漲一下功率啊，又漲到大概接近50瓦，充了大概6分鐘左右，後面又是20瓦的功率，充了大概10幾分鐘，充到90%，逐漸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滿電。這個充電寶完整的充電時間也大概就是1個半小時。這次我們先來測試它的無線充電功能。目前這個蘋果16 Plus 還有6%的電，我們充半個小時，還是用這個倒計時。大家看一下這個吸力啊，確實是很不錯的。這麼大的體積1萬毫安，我這樣甩它都不掉，可想而知這個吸力了。現在已經充了24%個電量，大概半個小時。剛開始有6%，充了18%進去啊，也就是說這個充電效果符合7.5瓦的充電水準。充電寶還剩89%的電量。現在這個手機的電量已經到17了，我們開始充電啊。這部蘋果手機已經80個電了啊。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曲線圖。我也沒想到這個充電寶竟然可以跑出一個標準的4階段充電曲線圖啊。咱們是從17%的電量開始的，如果是幾的電量的話，它前面的28瓦功率同樣可以持續10分鐘左右。這個持續了5分鐘，第2階段21瓦的功率持續了8分鐘，15瓦的第3階段持續了6分鐘，第4階段9瓦功率也是6分鐘，然後充到80%，電壓就降為5伏，變成涓流充電。這個手機從17%充到80%，只花了46分鐘，很標準。充電寶還剩40%的電量，這個充電寶在滿電的情況下，充2部大屏幕的蘋果手機完全是沒有問題的。這個充電寶的電，我再一次把它充滿了。我們這一次充電的話，就用這個榮耀200來測試。這個手機屬於沒有電的狀態，我們直接開始充電。這個榮耀手機充電已完成，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啊。整體的曲線圖無跳變，沒有斷隔，非常的不錯。前面10分鐘為41到43瓦的高功率階段，後面降成32瓦的功率，充了13分鐘。然後又逐漸的下降功率，到20瓦的功率，也充了大概10分鐘時間，就充到90%，逐漸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滿電。這個手機從0到100，一共耗時51分鐘。這個充電速度，在這個55瓦 PPS 級別是很不錯的。充滿這部榮耀手機，這個充電寶還剩22%的電量。充電寶的電量，我再一次把它充滿了啊。我們這一次就用這個 K70至尊版來測試它的米家私有協議的充電曲線。這個手機的電池是5500毫安，剛才那個是4200毫安。這部手機同樣是沒有電的狀態啊。我們直接採集一個完整的充電曲線。這個 K70充電已完成，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啊。前面2分鐘為關機預充電狀態，
充開機以後，功率直接到45瓦左右，一共持續了13分鐘時間。後面就是24瓦到28瓦的功率，一共持續了31分鐘，然後逐漸下降功率到充滿電。這個手機從0到100完全充滿電只花了47分鐘，這個速度算是很快的了啊！充滿這部手機電量還剩12%，兩部手機都是一次性充滿了。這兩部手機充電的時候的溫度的情況，一個42.8，一個43.1，溫度也是差不多的。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的溫度都是在17攝氏度左右。一些老鐵們啊，用這個磁吸充電寶的時候，他總是在意我磁吸的時候接上有線會是什麼樣的情況。這個充電寶的話，它有屏幕顯示，我給大家做個示範，更加的直觀。我們先磁吸上去，啟動它的無線充電。現在無線功率已經到了7.5瓦左右的標準功率啊。我們這個時候接上有線，馬上就自動的切換到15伏的20多瓦的快充功率。這個時候它的無線功率是關掉的。我們把線拔掉以後，它不能夠自動的切換到無線充電，這個時候要把它取下來一下，然后再貼上去，啟動7.5瓦的无線充電。我們現在做最後一項關鍵的測試啊，就是文波測試，也是各位老鐵們最關心的。15瓦功率的時候，文波最高38毫伏，平均文波19.4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45.7毫伏，平均文波37毫伏左右。45瓦功率，文波最高119.4毫伏，平均文波101毫伏左右。兄弟們，測試做到最後，我們必須把結論說透啊！先把最核心的一點擺在最前面。在目前1萬毫安時這個級別的磁吸充電寶裡面，體積做到這麼小，還能把50瓦 PPS 真正的穩定跑出來，目前只有這一款。注意我說的是跑出來，不是參數表上寫一行50瓦。酷泰克這台10號磁吸充電寶依舊走的是合規路線，在不侵权的情況下做到小米、榮耀、vivo、OPPO 全兼容。工程師放棄華為22.5瓦，這是工程取捨，做得很對的路子。實測方面，榮耀、小米都能從0到100正常完成，充電過程中功率不亂跳，殼體溫度基本控制在43攝氏度左右。你要知道，這還是在磁吸結構、無線線圈、電池安全和散熱全部疊加約束的前提下完成的，這個工程難度非常高。然後就是效率和容量，在多次循環放電測試中，受限于結構和溫控，15伏和9伏大電流無法長時間恆流，我們採用的是9伏兩岸實測，平均轉換效率都穩定在80%。更關鍵的是，官方額定5800毫安時，實際放出6153毫安時，容量有餘量，這一點很加分。無線充電部分是它的另外一個強項，標稱的15瓦可以持續輸出30分鐘不掉功率，殼體最高溫度只有37.8攝氏度。對於這種體積的磁吸充電寶來說，已經是非常從容的狀態了啊！蘋果實測也很成熟，蘋果16 Plus 有線充電是完整的4階段標準曲線圖。更關鍵的是，無線充電過程中，只要插上有線，系統會自動的無感切換到有線高功率快充，不用重新拔插，也不用等待。這說明它內部的功率調度和路徑管理是打通的。最後說一句，就是它的文波5伏9伏檔表現正常，15伏文波偏高，但是100多毫伏不算高啊，放在這個磁吸充電寶這個體積功率密度下是可以理解的工程結果。最後總結，酷泰克這台10號磁吸充電寶真正的價值不在於它有50瓦，而是在於在這麼小的體積和1萬毫安時的前提下，它還能把50瓦 PPS 做成一個長期可用、溫控可控的工程結果。測試為了了解，猜測為真相，認真車載客觀輸出。我是李火車載，非常感謝各位老鐵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